随手折断一株稻谷，男人的身体竟然飘了起来。难道这稻谷里面藏有玄机，让我获得某种机缘？不对。徐长卿不知道，正是这一躺，将直接改变他这一生。徐长卿，我是考核的张师兄，我知道你压力很大，考核失败对很多外门弟子来说都是严重打击，更何况你还连续失败2次。我了一个骚刚，能有什么办法？别人10天半月就能学会长青诀，而我足足用2个月时间才迈入第1层，只能眼睁睁的错过第1次考核，而第2次刚开始还行，结果中期灵道突然出问题，产量下降，最终收割900斤灵道，距离成功就差100斤。洞庭仙宗有规定，连续失败3次，你不但无法成为正式弟子，甚至还会被赶出仙宗。一旦失败，要么加入某个小门派，要么只能做没有靠山的散修。洞庭仙宗乃天元界3大顶级仙宗之一，无论资源、法术，甚至身份和地位，是任何分支细脉、旁门左道、修仙家族都无法比拟的。无论如何，绝不能离开。你只剩最后1次机会，好好考虑下我之前说的吧。徐长卿看着手里干瘪的一株稻谷，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当即他运转长青诀，想一探究竟。1级灵道，营养不良。果然没有任何惊喜，难道就只能将灵田拱手让人了吗？他决定再弄一根戴身上，然后找人请教一下。结果刚折断，经收割低劣灵道1株，寿命1天，检测到宿主觉醒前世宿会，符合激活条件，神农系统开启。徐长青，长青诀1层，效果1，修炼速度10%，效果2，触碰植物可判断基础状态，剩余寿命1826天，是否消耗1066天寿命，将长青诀1层提升至2层。这是我的金手指。他试着将剩下那株低劣灵道折断，收割低劣灵道1株，寿命1天。果然在剩余寿命这一行，从1826天提升至1828天。难道这金手指的作用是收割成熟灵芝获得寿命，然后消耗一定天数的寿命将学会的功法提升？岂不是天天种田天天收，一直种田一直收？当务之急是解决灵道产量的问题。说完他便往回走。徐师弟，又是你。你考虑的怎样了？不教，只要转为正式弟子，自己会得到1亩2品灵田的田契，这代表日后将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，怎能轻易舍去？还是不教？对，有我帮助，你就能成为正式弟子，而失去的只是1亩品质不高的灵田而已。只是如此吗？灵田代表资源，就算在你的帮助下成为洞庭仙宗正式弟子，可没有资源，我拿什么修仙？你就不怕第3次考核也失败？多谢师兄好意，我想再试试。是。你这灵田根本种不出1000斤灵米。你怎么知道？经验之谈，见你可怜的份上，师兄的外开恩，只要答应就能成为我的佃农，拿到最基础的修仙资源，虽然少，但对练气期的你来说却也足够了。张二觉得自己很仁慈，换做别的正式弟子，甚至连资源都不给。还是那句话，我想再试试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有系统在，他还真不担心。张二闻言，眼神微冷，但并没有多说什么，转身就走。现在实力太过悬殊，既惹不起又打不过，只能先忍着，反正有金手指在，肯定比对方活得久。李师兄在吗？顺。事务长青啊。长青啊，找我何事？大家都说李师兄很厉害，已经将长青诀炼至2层了，因此想让您看看这株灵道的情况。人接过稻谷，只是看了一眼，便发现手中的稻谷有问题。这是你种植的低劣灵道？是的，师兄。这稻谷有3个严重的问题。我雷个骚刚，只是看了一眼就找到问题，不会是在忽悠老子吧？师兄果然技法超群，区区灵道一看便知，竟然都不用使用长青诀。哟呵，你别不服气。随后李三掌心很快就浮现一层更为浓郁的淡青色灵力，迅速将这株低劣灵道的情况感知清楚。如何？缺乏营养，缺少水分，灵气不够。
这就是我产量不足的原因。长青诀1层和2层差距明显，自己只能掌握个大概，而对方却了解得如此详细，怪不得能在灵田长期值守。对，不过按理说，正常的一品灵田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。您是说有问题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你这亩灵田大概率有问题，因此产量才上不去。是否有解决的办法？你要是有门路的话，可以找玉水阁中水灵根弟子过来施展小云雨术，又或者从地脉那边找土灵根弟子，请人家过来松松土。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有。什么办法？将长青诀提升至2层，产量也会增加。提升至2层吗？你好像只剩下一次机会。祝你成功。回到房间里，徐长卿看着手中的半截灵道，心中思索着李师兄给出的3个方法。目前只有提升长青诀能解燃眉之急，至于去找地脉和玉水阁的弟子，一来没有门路，二来需要时间。相反，损失的寿命可以通过收割灵芝找回来。既然选择修仙这条路，就不能轻易离开洞庭这样的顶级修仙宗门，多少人求而不得，想加入都没机会，一旦离开，就只能到处流浪。是否消耗1066天寿命，将长青诀1层提升至2层？是以。片刻之间，大量关于长青诀的经验技巧涌现出来。成功消耗1066天寿命，将长青诀提升至2层，剩余寿命762天。长青诀2层，效果1：修炼速度20%；效果2：产量增幅10%；效果3：可详细诊断灵植状态。提升带来的效果果然天差地别，并且2层真的增加产量。李师兄诚不欺我哦。接下来，他盘膝而坐，尝试修炼，结果却发现，虽然修炼速度确实加快，但可惜的是，房间内的木灵气含量非常稀薄。别说提升境界，正常修炼都很难维持。太阳刚升起，徐长卿便扛着锄头前往灵田。离第3次考核开始还剩下3天时间，这次只许成功，绝不能失败。我的天，林安居然请来土灵根弟子帮忙，他真是豁出去了。这小子哪来的灵石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哪怕土灵根外门弟子一次的是买地品灵石吧？他用1/10守城，换来对方长期合作。徐长卿站在灵田前，视线朝那一边看去，可却再次看见那张熟悉面孔前来发灵苗。徐师弟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考虑清楚了吗？多谢师兄好意。真的是给你脸了。第3季度考核结束，定要让这货付出惨痛代价。徐长卿不想耽搁时间。灵苗。张二随手将存有灵苗的储物袋丢在地上。正当他查看灵苗情况之时，道友，这是你管理的灵田吗？道友，你这亩灵田不对劲啊！男人将手伸进袋田，只是在土里面摸了摸，便发现这块田很不对劲。道友，你这亩灵田有问题啊！我每次种出来的都是低劣灵道，难道真有问题？去！要想骗吃骗喝，去旁边，我可不吃这一套。道友误会了，我是土灵根弟子韩素，对底气的感知十分敏锐。那你看出什么了？我没猜错的话，是不是产量低，灵芝成长不好？对，这是为什么？你这亩灵田中的地气似乎被抽走一部分。果然，为什么张二纠缠不休，甚至笃定自己无法完成第3次考核？显然对方知道这亩灵田的真实情况，说不定。徐道友，我可以帮你补足地气。没想到这次有意外之喜，或许能大赚一笔。代价呢？10枚低品灵石，或者每次收成的1/10。灵石没有，而且收成的1/10也不可能。我又不傻，自己一旦成为正式弟子，会获得1亩2品灵田，到那时产量至少翻1倍，也就是2000斤。这货开口就要1/10，那可是足足200件2品灵米。若是一次性买卖，捏着鼻子也就答应了。徐道友，只要你成为正式弟子，这点损失算什么？正因如此，所以不可能。我和林安就是这样合作的。他是他，我是我。道友，这是我开出的加码，你可以还价。这次合作，你可以分走1/10，之后的再商量。成交。啊？这他妈是砍手啊，还是砍爽了？不可能所有人都和林安一样豁得出去，但只要有的赚，蚊子腿再小也是肉。开始你的表演。
瞧好吧。即便踩进灵田，直接施展地隐诀，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将天地间游离的土灵气灌入地下，将原本抽走的部分重新弥补回来。如此，灵田土壤的营养就会充足，地气补足，产量就上得去。如此一来，就没人怀疑自己有外挂。搞定了。合作愉快。张二最狠，想要全部，韩素好一点，只要1/10，如果没有金手指，恐怕自己只能妥协。接下来，等灵苗中下后，灵苗就会一边生长，一边释放出浓郁的木灵气。这次的木灵气含量很浓啊，运气好说不定能突破境界。长青诀达不到2层，不可能突破。这一刻，灵田中的所有外门弟子全盘坐在田边上，徐长卿也在修炼，而且感觉很爽。长青诀提升至2层，带来修炼速度20%的效果，这就跟喝水一样。这使得他还将周围的木灵气都掠夺过来。虽然徐长卿连续2次考核失败，但也得益于此，使得体内灵力已经积累到一定数量。当海量木灵气涌入体内后，只听见嘶一声，在修炼速度20%的效果加持下，渐渐的9丝灵力汇聚在一起，最终从微弱的丝融合成壮实的缕，9丝变成1缕。我突破了。徐长卿炼气中期，效果1，体力增强；效果2，气血增强。剩余寿命4414天。我雷个骚钢，加了10年寿命。是否消耗2600天寿命，将长青诀2层提升至3层？是。顿时，大量关于长青诀的经验技巧涌现出来。成功消耗2600天寿命，将长青诀提升至3层，剩余寿命1814天。长青诀3层，效果1，修炼速度30%；效果2，产量增幅20%；效果3，可预判和诊断灵植生长问题。这才短短几天时间，自己从一个连续考核失败的废物，摇身一变，无论修炼境界还是法术等级，全都堪比正式弟子。望着比上一季度更茁壮的灵道，不由得欣慰一笑。过段时间就是考核的日子，这次一定能行。田里突然出现比人还大的青蛙，可它却不吃虫子，反而专吃稻谷，甚至必须是割下来的它才会吃。原来等青蛙吃下去之后，头上就会亮起数字，吃了多少稻谷就会亮起相应的金数。诸位师弟，此次考核由我来为大家称量灵米，现在大家自行收割，结束后招呼一声，蛙大人会自动将你们割下来的灵道吞进肚子里，到时就知道产出多少斤灵米。徐长卿心里非常庆幸，这次竟然要我们自行收割，那岂不是又能狠狠赚一波？收割优质灵道1株，寿命3天。收割优质灵道1株，寿命3天。收割优质灵道1株，寿命3天。每次提示声响起，徐长卿都很兴奋，因此他收割得十分卖力。罗道友，你认为这次有多少人转正？这次有300人考核，能有10个转正就不错了。李道友你呢？4、5个吧。谁呢？林安算一个吧。我记得这家伙，他也只剩1次考核机会。听说前段时间居然找来土灵根和水灵根弟子合作。要知道，灵田距离地脉和玉水阁很远，而且找上门也要看人家脸色。没想到这家伙宁愿花这么大的代价，也不愿意成为我的佃农。不错。还有呢？还有。李三才的目光都已经锁定徐长卿，但似乎想起什么，再瞅一眼旁边眼神多多的张二后，摇头道：“还是等最终结果吧。”特么的，其实收割早就结束，竟然要我最后一个称重。此时青蛙正在对林安的稻谷进行称重。林师弟，你不辞辛苦的找土灵根和水灵根弟子帮忙，考核成功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吗？林安低头不敢看对方。没多久，青蛙头上就显示出数字1100。1100斤灵米，考核成功，终于成功了。为了能成为正式弟子，他舍掉日后50%的收成，若是失败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轮到我了。这时，另一人率先上前一步。赵英是吧？这时，青蛙将前方灵道卷入嘴里，头上数字开始亮起来，等到900时却停下来。这代表着赵英只种出900斤灵米，不足1000斤，意味着考核失败。张二朝罗不成使个眼色，
后者心领神会，右手对准青蛙动了动，顿时数字变成了1000，刚好1000金。恭喜赵师弟通过考核成为正式弟子。谢谢张师兄。下一位，就是故意要把你拖到最后，拒绝成为我的佃户，看我怎么羞辱你。张二讥笑着。徐师弟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徐师弟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当然，自我感觉如何？我觉得这次能成功。哼，这货不可能成功，灵田中的地气都被我抽走了一部分，而目前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并不多，因此就算灵囊的数量足够，但因为营养不足，就导致产量一定会低于1000斤，这是必然的结果。蛙大人，开始吧。青蛙张开嘴巴，将前方灵道卷入嘴里，顿时头上数字立马就到了1000。看来徐师弟第3次考核又要泡汤了。产量1000斤，考核成功。什么？此话一出，徐长卿还没什么反应，张二却瞪大双眼，他忙不迭走向青蛙，顿时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幸不辱命啊，张师兄！你这绝对不可能！怎么，你在怀疑蛙大人有问题？不，这亩灵田不可能产出1000斤灵米。可蛙大人绝不会出错。说，你是不是作弊了？张师兄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哦。你这亩灵田根本不可能量产1000斤，还说不是作弊？徐长卿作弊？不至于吧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周围人都惊呆了。你说不可能量产1000斤，证据呢？你上次就没有达到1000斤。上次是我经验不足，有什么问题？张道友，你要是没有实质性证据，可不要乱说话。这亩灵田缺少地气，因此泥土营养不足，根本做不到量产1000斤。你又没有土灵根，怎么知道地气不足？张二顿时噎住。张道友，你怎么回事？我觉得这家伙作弊了。诸位，既然张师兄说我作弊了，那不如找来土灵根的人对这亩灵田检查一番，看看地气是否缺失，这不就行了？对啊，林师弟，你恰好认识一位，能不能找来？张二见对方有恃无恐，心里咯噔一下。拜见3位师兄，现在好像没到松土的时候吧？韩素是吧？对，是我。你来检查一下这亩灵田中的地气是否充足。一定要好好检查，绝不能马虎。这不需要检查。罗不成和张二对视一眼。为什么？3个月前就是我给这亩灵田恢复的地气。什么？张二直接懵了。怪不得对方有恃无恐，原来早已找人恢复灵田中的地气。是谁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的？张师兄可听清楚了？是否还认为我作弊？还要继续纠缠下去吗？误会，一切都是误会。那么罗师兄，我是否完成考核？既然没问题，当然算完成。恭喜徐道友！我现在要称徐师兄了，恭喜徐师兄转正。周围人原本以为徐长卿这次会考核失败，没想到居然成功转正，立马转变态度，纷纷恭喜起来。徐师兄，以后可要多多照顾我啊！好说好说。他突然从袖子里将2人签订的符契掏出来，没有任何迟疑，当面用力一扯。你这是？要不是徐师兄你，我今天不可能在这么多人面前宣传。既如此，区区100斤灵米的福气算什么？徐长卿闻言哭笑不得。徐长卿第3次能成功，靠的是自身，更表示在种植方面的天赋比林安强。从潜力上来分析，是有投资价值的。徐师兄，看在我如此真诚的份上，日后能不能找你买灵米啊？行，那我不打扰了，再见。谁呀？李师兄，是我啊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次多亏师兄的帮扶。别误会，我只是看不惯那家伙。无论如何，你也帮了我2次，日后若是用得到师弟，绝不会推脱。还师弟，你现在同为正式弟子，叫我一声道友吧。不，您成为正式弟子的时间比我早，当然得叫师兄。既然叫我一声师兄，便给你提个醒吧，不要追究。对。徐长卿愣住。正式弟子剥削外门弟子是仙宗默认的行为，你就算对某人不满，也只能忍着、憋着、防着。一旦报复张二，就等于得罪一连串的人，甚至还包括高高在上的仙长们。以如今的实力，这和找死没区别。师弟懂了。懂了最好，明日就要前往别处，早点休息。
今天收割了1亩灵道，应该提升了很多寿命吧？徐长卿，炼气中期，长青诀3层，剩余寿命16814天。我雷个骚纲，换算成年份，足足增加46年寿命。是否消耗4602天寿命，将长青诀3层提升至4层？是以。顿时，海量关于长青诀的经验技巧涌现出来。总共消耗4602天寿命，将长青诀提升至4层，剩余寿命12212天。是否消耗7072天寿命，将长青诀4层提升至5层？是以。刹那间，无数关于长青诀的经验技巧涌现出来。总共消耗7072天寿命，将长青诀提升至5层，剩余寿命5140天。长青诀5层，效果1，修炼速度50%；效果2，产量增幅40%；效果3，可感知10丈内灵值详细状态；效果4，可预知灵值的最佳采收时机。5层长青诀恐怖如斯，区地阶功法就能带来这种效果，那高阶、地阶和天阶，甚至是传说中的仙阶。第二天，罗不成给考核成功的4人发了一个储物袋，以后就是你们的，里面不但一套崭新的正式弟子衣服，而且还储存着100斤1品灵米，整个储物袋的内部空间为2立方米。好的，小储物袋一定要收好，这东西毕竟不是什么高级货，无法滴血认主，一旦遗失，到时候可不要哭着鼻子来找我。若无误的话，咱们该出发了。19大人，咱们要出发了。没多久，远处传来一声喝令：妖怪！那是仙宗灵兽，若是妖怪，咱们早被吃了。诸位，随我一同登上19大人后背，大家都是正式弟子，叫我罗道友吧。一路上，他们3人向这位师兄请教了很多问题，罗不成也一一为他们解答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们来到一座古香古色的小型宫殿。这里是灵田核心管理处，你们以后提交资源，又或申请灵植种子，反正任何的需求都是通过这里。好的，把你们送到这里，我的任务就算完成，你们进去吧。这么大的管理处，咱们一个人都没有。你们看，为啥在这放株花啊？刚进来的时候还以为是个人呢。这朵花突然化形，没错，这就是个人。有妖怪。前辈，既然对方敢出现在灵田核心管理处，就说明不简单。小贝反应挺快。我们是第3季度考核成功的灵田外门弟子，特意来这里转正。请问是前辈是？无名花老，乃核心处管事。没想到这灵田核心管理处的管事，居然是一朵花，不，准确来说是一只活了不知道多久的花。参见管事。小辈们，从你们获得正式弟子服饰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转正，之所以要来这里，主要是分发2品灵田和田气。原来如此，来挑一块吧。这些位置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就是有的近，有的远。等赵子瑶和林安选完后，花老开口道：小贝，你呢？我喜欢安静，想远一点，偏僻一点。这有3处，一处在山脚下，一处在来的路上，一处在废弃山洞附近。请问管事，这3处附近是否有厉害的正式弟子？第1处和第2处有，第3处附近连人都没有。那我选第3处。选那么远做什么？和我们待一起不好吗？我这人不太喜欢交流，哈哈。该你挑了。赵英一脸兴奋的刚要开始挑选，雪离我最近的。赵英在听到这声音之后，身体忍不住哆嗦了一下。是他选，又不是你选。你觉得呢？张二却看向赵英，随后意味深长的笑了笑。对，我选择距离张师兄最近的灵田。好，所有人选择完毕，这是你们的田气。正式弟子大比10年一次，下一次就在2年后，排名越高，相应的福利待遇就越高。运气好，甚至能拜师仙长，成为核心弟子。若这4人的灵田都归我，绝对能在2年内快速增长，甚至突破到筑基期。别以为你们不交出灵田，能好好种地。现在是冬季，你们刚刚加入，因此今年可以免去提交的产量，到明年立春正式开始，也就是可以种植喽。若选择种植，年底就必须提交至少1000斤2品灵米。我想试试。小贝，你可得考虑清楚，冬季产量是会下降的。是呀，徐道友，没必要这么劳累吧？你这么怒，好像我们都喜欢偷懒似的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总得做点什么吧。对了，正式弟子可以领取1部高阶法术。高阶法术？总共3部，
分别是木灵培育术、木灵缠绕术、木灵养生术。它们的详细的效果是：木灵培育术是长青诀的进阶版，而木灵缠绕术则是唯一的攻击性法术。至于木灵养生术，顾名思义就是延长尔等的寿命。长青诀已经达到5层，完全够用。其次，自己根本不用担心寿命问题，因此第1和第3都不适合我。徐长卿拿着木灵缠绕术的玉牌走了出去，走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徐长卿终于看见属于自己的2品灵田，旁边还有一栋小木屋，还不错。缺什么？以后可以慢慢补。随后，徐长卿给自己煮了一碗灵米粥。这100斤灵米，起码能吃到明年春天，一直种灵米。今天还是第1次喝灵米粥。徐长卿浅尝一口，顿时眼前一亮。灵米的口感绝了，灵力在增长。一直很好奇张二、韩素、赵鑫等人为什么全都在惦记着灵米，应该就这个原因了。第2天一早，徐长卿扛着锄头，准备给这亩2品灵田松土。如今是冬季，温度越来越低，天气也越发寒冷，也不知道能有多少产量。哎呀，这边居然有人了！徐长卿忙不迭看去，顿时愣住。你好，看你正在松土，莫不是要在冬季种水稻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果然是新来的灵农，啥也不种。这不巧了吗？我这里有你需要的东西。你是贩子？可以这么理解，但准确来说，我是一名上升期的商人。卖的什么？我来自灵兽谷，这带来的自然是灵兽的粪便。胡不归转身将一个小包裹从骆驼背上取下来，顿时一股更为刺鼻的臭气冒出来，呛得徐长卿后退好几步。这可是百年灵兽的粪便，刚好搭配你这2品灵田。什么价钱？黑土的营养自然高，但若是加上灵兽的粪便，肯定如虎添翼。原本100斤百年灵兽的粪便要10枚低品灵石，看你是新客户，给个8枚吧。我没有灵石，只有灵米。灵米更好。10斤1品灵米能兑换多少灵石？10斤1品灵米的市场价是1枚低品灵石。就是说，10斤1品灵米相当于10斤百年灵兽的粪便。这个无疑是违规嘛？太贵了，你给个友情价，咱们又不是一次性买卖，总不能你以后都不来我这里吧？你给我10斤1品灵米，我给你20斤百年灵兽的粪便，如何？就20斤吗？25斤，不能再多了。成交。我这里还有些好东西，徐道友要不要看看？好东西？你都卖粪了，还能有啥好东西？你一个人孤零零的，肯定需要排忧解难。这之人可是玉水阁画符大师亲自设计，不但可男可女，仿真效果更是堪比真人。现价只要50斤1品灵米哦。胡不归说完一顿挤眉弄眼，徐长卿顿时满脑门黑线。见对方一直不说话，我承认用过40斤灵米种好吗？什么？这他妈还是用过的。30斤灵米，不能再低了。谁说要买了？不要啊！等等，我就知道你需要之人。不买东西，你帮我找一张酿酒的方子呗。道友可是要酿灵米酒啊。好，下个月给你带来，不过你得先付押金。多少？10斤1品灵米，你先给5斤。拿去。下个月同样的时间。胡不归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，牵着灵兽骆驼迅速离去。等来到没人的地方，他打开小储物袋，一顿翻找，掏出一张酿灵米酒的方子。这玩意满大街都是，这会让你一直心心念念，才能记住我。时间又过去几天，气温越来越低，还好前几天已经把灵道全部种了下去。随着灵道的生长，周围的木灵气迅速提升。此时，徐长卿盘坐在田埂上，随后运转长青诀，顿时一股强大的吸力将灵田中的木灵气吞入体内。随后的日子里，徐长卿一直在修炼，随着体内灵力积累的越来越多，他的实力又更进一步。徐道友，熟悉的灵兽骆驼，熟悉的包谷，以及熟悉的臭味。徐道友，这就是你种的灵道。看着看着，突然愣住，眼前的灵道居然如此茁壮，要知道这可是冬季种植，难度更大，更考验技术，如今却完全不属于那些经验丰富的老灵农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对方才刚成为正式弟子2个月吧。冬季确实不好培育对，如果这还叫不好培育的话，
那别人是啥？废物吗？酿酒的方子带来了吗？兄弟既然答应，那就必须过来啊！徐长卿接过手方子，新增技能灵米酒入门。放心，绝不是假的。行，我把剩下的5斤灵米给你。徐道兄弟，你这木灵天能产出多少斤2品灵米啊？1500斤左右吧，不出意外，应该有2000斤的产量。而季度任务只需要提交1000斤，自己还有额外1000斤的收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500斤2品灵米也够了。什么意思？过年的时候，县总会在红枫谷开一个集市，到时候各大区域的正式弟子，甚至是核心弟子都会参与其中。你可以用灵米交易别的东西啊。对呀，接下来还得加倍看守灵田，多产出1斤米，就能多换点东西。奇怪，这些灵植上面怎么爬满了黄褐色的点点？他立马感知，顿时脸色微变。原来这些黄褐色的点点居然是活着的虫子。整个2品灵田，绝大多数区域都已经被他们占领，灵道的躯干和稻穗上几乎爬满了。徐长卿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思来想去，他立马朝核心管理处走去，想请教一下花老。花老，你来这里恐怕也是因为那些虫子吧？对，灵田里到处都是黄褐色的虫子。那黄褐色的虫子名为冬醒虫，只有在冬天，并且达到一定低温的时候才会苏醒，然后从泥土里爬出来。冬醒虫，这些虫子只会出现在2品和以上的灵田里，原因是因为很早就在黑土中沉眠。原来如此，那如何解决？只有2个办法，第一个办法就是寻找金灵根弟子，让他们过来杀虫；第二个办法便是找水灵根弟子施展小云雨术。若是不管，如不管，你的灵植虽然不至于被吃干净，但产量至少会下降2/3，到时就无法完成季度任务。看来只能找人帮忙。你去那边发布任务，然后选择具体的报酬，如果有人领取的话，解决这些小虫子是很快的。道友要做什么？我要发布杀冬醒虫的任务。报酬呢？最低多少？灵石还是灵米灵米。？1品还是2品？1品。1品最少50斤。后没多久，对面递过来一张灵符，如果有人领取你发布的杀虫任务，灵符就会亮起，而对方距离越近，灵符闪烁的越快。明白，一口气要送出50斤，灵米已经所剩不多了。男人手里的灵符突然震动。亮的，上午才去的核心管理处发布任务，没想到中午就有人领取杀虫任务。没多久，一个清瘦的男人渐渐走近。你就是发布杀虫任务的徐道友。你这地方真偏僻。我喜欢清静。在杀虫之前，你先拿出灵米让我瞅一眼。为什么？我已经被拖欠很多次了，因此有些无奈。在确认无误后，罗昭这才松口气。我叫罗昭，是祝气峰的一名金灵根弟子。就是锻造灵气和法器的祝气峰。正是。说完，他推出一枚白色圆球，体内的灵力不断注入其中，顿时徐长卿就看见这枚圆球亮了起来，笼罩着灵田，释放出一丝丝微弱的白金之气。徐长卿震惊发现，灵道正在慢慢恢复正常。这玩意是啥？这叫剑丸。剑丸。我们觉醒金灵根的正式弟子都会获得一枚玄体剑丸，每天要用自身灵力去酝酿。我若不出来赚外快，特么根本养不起。看来不同的灵根也有不同的苦恼。木灵根虽然不适合战斗，但起码资源还行。罗昭几乎消耗掉所有灵力，才将灵田中的虫子清理干净。感谢罗道友。甭客气，下次需要帮忙的话，直接用这个通讯符找我。行。罗昭得到灵米后转身离去。如果自己有金灵根或水灵根，甚至都不用找外人。这一刻让他对其余灵根变得更加渴望。徐道友。罗道友。李安。徐道友，可让我一顿好找啊。找我有事。明天有一个筑基期的师兄需要帮忙收割灵植，我已经通知了赵子瑶，你要不要一起？徐长卿闻言眼前一亮。收割不白帮忙，事后10斤2品灵米的报酬。筑基期弟子培育的灵植绝对不凡，说不定能给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倒不是因为10斤2品灵米的报酬，而是看你这么远来找我，不能辜负了。里面的每一株灵植都比你们的命还重要，谁要是手不稳，那还是赶快离开吧。是，师兄。这炼气期和筑基期真不一样。为什么？那筑基期灵农足足有10亩2品灵田，筑基期之后每提升一个境界，就能多获得1亩2品灵田。可就算达到圆满，不也才5亩吗？
剩下的5亩2品灵田，你和我还有赵英应该都知道怎么来的。懂了。很快，三人来到各自要收割的灵田。徐长卿在收割之前，用长青诀感应周围的灵值，已成熟，无损伤，灵气充足，今日优质，明日极品。就是说，真正收割的时间是明天，现在相当于提前1天。虽然已经成熟，收割是没问题的，但品质、产量等方面显然会差点意思。我雷个骚刚，看来我的长青诀等级比这株鸡大佬要高啊！收割优质黑荆棘1根，寿命5天。接下来从白天一直忙碌到接近傍晚，得亏实力达到炼气中期，体内有着充足的灵力支撑。张素看着全都是完整收割的黑荆棘，露出满意的表情。很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师兄，我叫徐长青。加入核心区域多久？我们都不到半年。第一次就能收割的如此完整，而且还是最麻烦的黑荆棘，看得出来基础很好。多谢师兄夸赞。看你如此优秀的份上，我多给你10斤2品灵米。我记住你了，下次收割的时候直接来，不需要报名。好。能被张师兄欣赏，你小子发达了。这次多亏你，我别的没有，这5斤2品灵米你拿着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太客气了。你就收下吧，我们好歹在种灵道，你小子一直走来走去，身上的灵米不多了吧？这好吧。对了，我得赶紧回家看看增加了多少寿命。徐长卿刚回到木屋，就迫不及待地查看属性面板。徐长卿，炼气中期，长青诀5层，灵米9精通，木灵缠绕术2层，剩余寿命29672天。这一次帮张素收割黑荆棘，足足获得80年寿命。是否消耗4567天寿命，将木灵缠绕术2层提升至3层？是。刹那间，海量的经验技巧涌现出来。徐长卿仿佛亲自修炼很多年，迅速的吸收。成功消耗4567天寿命，将木灵缠绕术提升至3层，剩余寿命25105天，木灵缠绕术3层。徐长卿迅速来到木屋外面，右手摊开，运转功法，很快将周围灵气变成一根藤蔓，朝前面的树戳过去。这一击的威力有点恐怖，瞬间将整个躯干都给贯穿，感觉同境界的对手根本扛不住。时间一晃，来到成为正式弟子已经3个月。此刻徐长卿站在田埂上，看着有些冻僵的灵道，他感知起来。已成熟，灵气充足，没有损耗，2品灵米，今日极品，产量2100斤。徐长卿眼前一亮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极品灵道1株，寿命6天。从白天，徐长卿一直干到黑夜，看着面前满满当当的灵米，他非常幸福。别人冬季种植产量都会减少，而我竟然收获了2100斤。徐长卿炼气中期，长青诀5层，灵米9专家，木灵缠绕术3层，剩余寿命36544天。这次收割又加了6872天寿命，合在一起刚好100年。明天先去上交灵米了，我来完成冬季任务，提交灵米。我若没记错的话，你是第一次在冬季种植，难不成产量达标了？勉强完成，能完成就行。和你同一批的人，可是连1000斤的产量都没满足。赵子瑶，对。随后，徐长卿就提交冬季的1000斤2品灵米。极品灵米，这年头，新人能种出极品灵米的屈指可数，没想到眼前这位居然能做到。看来极品灵米不是谁都能种出来，可我身上只有这种灵米。如果是2品灵田产的优质灵米，1000斤可以获得200积分，你的2品灵田产的极品灵米却可以兑换250积分。花老，我想要再兑换一部高阶功法的多少积分？2000积分，或者一口气提交10000斤2品灵米。看来只能再等等。随后，他离开灵田核心管理处，结果没想到迎面就碰到一张熟悉的面孔。徐道友，什么事？徐长卿一脸警惕地注视着对方。你完成冬季任务了吗？既然花老那边将赵子瑶的情况随意透露出来，那说明自己完成冬季任务的消息是藏不住的。能不能借我100斤2品灵米啊？我雷个骚刚，就知道这家伙没憋什么好。我也是非常勉强才完成冬季任务，剩下的自己都不够用。还剩多少？50斤，我只能借你10斤，不能再多了。好，明年一定还给你。这人不能深交，本来双方的关系就一般，还如此主动的借东西。各位道友，
我的飞行纸鹤还可以再带2个人去红枫谷，只要给1枚低品灵石，或者2斤2品灵米。如今还剩890斤，正好可以去红枫谷集市看看能换些什么。道友，我来兑换灵石。你是农信社成员吗？不是。2品优质灵米，2斤兑换1枚低品灵石。农信社成员兑换比例是有什么不一样吗？那当然，农信社成员1.5斤就能兑换1枚低品灵石。你打探这么多，你这袋子里面不会是劣质灵米吧？没想到市场的价格就这样被他们随意操控，没办法，只能先换一部分灵石。徐长卿直接拿出300斤灵米，竟然是极品灵米！没想到人不可貌相，这小伙子也能种出极品灵豆。极品灵米，这比例自然不一样，能达到1.6。坑也只能在这卖，好吧。总共187枚低品灵石，您拿好。随后，徐长卿随便找个位置开始摆摊。道友，你这灵米酒怎么卖？1斤10枚低品灵石。你丫的，怎么不去抢啊？10枚低品灵石都可以换20斤灵米了。就是，这小伙子比农心社那帮人还黑。我的一个骚缸，今天不会卖不出去吧？还好念的不多。徐道友，你这灵米就怎么卖？原来是李师兄啊！我在这卖1斤10枚低品灵石。我去，10枚低品灵石，你这2品灵米做的还是3品灵米做的？你瞧瞧，肯定和市场上的不一样啊！能尝尝吗？可以。对方伸手将1小杯灵米酒拿过去，先是闻了闻，确认味道没什么问题后，才用嘴唇贴着酒杯边缘抿一小口。一瞬间，男弟子脸上狐疑的表情没了，取而代之是明亮的眼眸。如何？好酒。那是当然，我可用的是极品灵米，加上秘制的手法酿造的。卖，全卖了。徐师弟，你酿酒的极品灵米是哪里来的？徐师弟，酿酒的极品灵米是你自己种出来的吗？是的，这个季度刚收割的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堂弟，觉醒3灵根的宗门核心弟子李灵璧，他师父更是咱们洞庭仙宗的符道宗师元婴真君莫秋水。这种高高在上的人物，没想到我也能认识。既然你们认识，那以后都是朋友。徐师弟，我堂弟正好需要极品灵米，你能卖1点给我们吗？不知你们需要多少？每个季度至少需要800斤2品灵米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每个季度产量只有2100斤，除去提交任务的1200斤外，还得再拿出800斤，如此身上就只剩下100斤左右的2品灵米。师弟，我知道对你来说有些勉强，但这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，对吗？我雷个骚缸，能傍上这位大佬，就不用担心张二这种人的报复。多谢师兄抬爱。这是1枚中品灵石，相当于100枚低品灵石，算是合作的定金。当然，无论你最终完成或失败，我们都不会将这枚灵石收回。现在手上有276枚低品灵石，加上刚刚的1枚中品灵石定金，差不多够用。现在是时候买一个代步工具了。道友，要飞行纸鹤吗？这些都有什么功能？我这里有3种品质，分别是低劣、普通、高级，你看看需要哪一种？这低劣纸鹤看上去粗制滥造，表面纹路更是乱七八糟，恐怕用不了几次就有报废的可能。而普通纸鹤无论材质、纹路等都要更好一些，起码品相不差。至于高级纸鹤，不但质感好，而且纹路清晰、丝滑，显得很有规律。目前来看，肯定不会选低劣。道友，选好了吗？普通和高级是什么价格？普通的只要25枚低品灵石，而高级的要88枚低品灵石。能用多久？普通的你只要不是下雨天用，至少能折腾个2年左右。至于高级的，无论刮风下雨都可以用上3年时间。贵了。道友，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行情，所有资源都在涨价，我们总不能亏本卖吧？高级的66枚低品灵石，最低80枚，再低不卖。别废话，70枚低品灵石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成交。开高了。徐青随后连通讯符都没要，踏着纸鹤直接扬长而去。这小子很会砍价，但绝对想不到，老子进价才40枚低品灵石。徐师兄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怎么来了？这不特意来给师兄拜年吗？既然年都拜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对呀。到底什么事？想找您借点米。没有。本来不想找您借米的，可谁知道天杀的临安居然没米。没米不是很正常吗？正式弟子在冬季可以不种植。可如今我也成为正式弟子，对灵米有很大的需求啊。
哟，以后得叫你一声韩道友了。别，还是叫我师弟吧。我确实没米。之前在外围，师兄不是答应过让我松土吗？这季度答应了给李灵璧提供800斤灵米，看来要想产量高，该花的钱还得花。50斤一个季度，我只要50斤2品灵米。那你去吧。现在嘛，冻得有点结实，不知你能不能一次性搞定。这2品灵田和1品灵田确实不一样。如何？不行就换人。徐师兄有点瞧不起人了，师弟好歹也是正式弟子。我只看重产量，我尽最大努力，绝不让师兄失望。韩素深吸口气，随后运转的引诀，地气瞬间蜂拥而入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灵田一大半都完成松土。奇怪的是，韩素的脸色变得越来越惨白。你没事吧？我感觉好冷啊。你先停下来休息。韩素闻言没有倔强的坚持。你是不是修炼的法术没达到2层？师兄怎么知道？因为法术很重要，每一层都有不同甚至更好的效果。徐师兄，这次是我空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这不是搞定大半了吗？可我暂时帮不上忙。这灵米你拿着，先会，我恰好试试新买的锄头效果如何。韩素眼睛瞬间湿润。徐师兄，我这次专门请了人松土，也不知道能有多少产量。不管了，先把秧苗种下去再说。徐长卿控制体内的一缕缕灵力，将这些春苗裹住，随后丢出去，全部都种在了田里。这木灵缠绕术的效果很强大，现在都不需要自己收到种秧苗了。随着秧苗一点点长高，天地间游离的灵气以极快的速度翻倍增长。终于等到了。徐长卿忙不迭盘坐在田埂上，海量木灵气包裹着他，无比兴奋。他掏出剩余的1品灵米酒，毫不迟疑地灌进嘴里。现在修炼速度50%，一个时辰内灵气吸收速度20%。在如此恐怖的双重效果加持下，徐长卿感觉全身很胀。炼气中期是一刻都不想待，给我破啊！也不知过去多久，徐长卿忽然深吸口气，终于突破了。徐长卿，炼气后期，长青诀5层，灵米酒专家，木灵缠绕术3层，剩余寿命43769天。我雷个骚刚，突破境界后增加了20年的寿命。这波灵气潮汐算是完完全全的被我吸收了。现在我觉得要想提高产量，还要请一位水灵根正式弟子过来施展小云雨术，尽可能将这亩2品灵田的产量拉到最大，从而狠狠地收割一波。徐长卿没有迟疑，转身就朝着核心管理处飞去。既然已经开始，必须要抓住所有的机会。道友，这次有什么需求？我想请一位水灵根正式弟子过来施展小云雨术。这是你的通知灵符，请拿好。第二天，徐长卿刚吃完早饭，身上的灵符就传来震动，并且开始闪烁。是徐道友吗？我是徐长卿，道友是。我叫白灵儿，是领取你降雨任务的水灵根正式弟子。怎么感觉是个小孩啊？你父母没跟来吗？这是我领的任务，父母跟来做什么？你父母也在玉水阁中？对啊，我父亲是玉水阁的一名符师。我火，好家伙，这符师的地位可不低，惹不起。这次麻烦白道友了。他小手一挥，前方空气中的水灵气便迅速汇聚，没一会就在灵田的上方形成一层雾气，哗啦啦，下雨声响起，密集的灵雨落下，覆盖大半个灵田。之前在外围见过一次，和现在的比起来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看来这白灵儿资质不低啊。片刻后，得到降雨的灵值明显更茁壮了。搞定。这是报酬，20枚低品灵石。这是我的通讯符，你需要帮忙的时候说一声，就不用发布任务了。走了。还好他年纪小，刚才的话没听懂，要不然我就倒霉了。如今松土降雨已经搞定，只要不出现意外，这次的产量绝对会暴增，甚至有可能超过3000斤。给李灵璧的部分之后，那我还有很多富裕。一晃，春季即将结束，来到灵植收割的日子。徐长卿站在田埂上，运转长青诀，感应灵道的情况。已成熟，灵气充足，没有损耗。2品灵米，今日极品，产量3500斤。品质没有变化，但产量确实大增。随后，他果断拿起日常灵气镰刀，开始愉快地收割起来。收割极品灵道1株，寿命6天。收割极品灵道1株，寿命6天。收割极品灵道1株，寿命6天。当灵道全部收割完毕，徐长卿看向属性面板。徐长卿，炼气后期，剩余寿命50769天。就是说，
这次收割灵道增加7000天，换算下来，如今有差不多140年寿命。这次还收获3500斤极品灵米，减去上交的1000斤，还有提供给李灵璧的800斤，再加上含素松土的50斤，以及胡不归的150斤，就是说还剩下1500斤极品灵米。按照市场比例，1500斤2品灵米等于10枚中品灵石。接下来先去核心管理处提交任务，然后再找张素，他的灵值应该也到了收割的时候。上次可是在他那里大赚了一笔。徐师弟正打算找人通知你，看来咱们心有灵犀啊。确实，徐师弟这次有点辛苦，你得帮师兄收割3亩灵田。3亩，没想到这次居然有3亩。放心，1亩灵田的报酬是20斤2品灵米，又或14枚低品灵石。张师兄莫误会，就是30亩师弟也愿意。辛苦，若是渴了或者饿了，就找师兄的道侣喜儿，他会安排的。随后，他拿起镰刀进入第1亩灵田，运转长青诀5层，信息顿时出现在眼前。已成熟，无损伤，灵气充足，今日优质，后天极品。还是提前了，好像张素完全无法把控灵值成熟的时间节点，又或者说他对此根本不在乎，只要成熟就收割，其他无所谓。收割优质虫儿草1株，寿命4天；收割优质虫儿草1株，寿命4天；收割优质虫儿草1株，寿命4天。色哥，这时门口传来呼唤声，徐长卿下意识看去，整个人顿时愣住。张二化成灰我都记得，在外围企图抢走自己灵田的家伙已经半年多没见过面，没想到居然能在这里碰上。难道张二和张素有什么关系？那不是徐长卿吗？徐长卿顿时感觉不好，手上的功夫变得更快了。堂弟怎么来了？干嘛不用通讯符提前告知一声？刚去核心管理处提交春季任务，也不着急回去，因此特意来堂哥这里喝茶看茶。堂哥，你可知外面那人是谁？那人叫徐长卿，收割手法好，也有点种植天赋，已经连续2个季度帮我收割了。此人就是去年拒绝我招揽的外门弟子之一。此话一出，张素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。天都黑了，总算全部搞定。如果不是达到炼气后期，体内灵力支持，想一次性搞定，还真有些困难。张师兄，我已经全部收割完毕。过了好一会才有人走出来，但不是张素，而是吴喜儿。怎么出来的是他？灵米还是灵石？我雷个骚刚，他怎么这副表情？我好像没有得罪这婆娘吧？灵石吧。收好，总共42枚低品灵石。徐长卿十分信任地装入储物袋中。你可以走了。要跟张师兄说一声吗？不用，你以后不用来了。徐长卿装作一副茫然的样子。张素和张二是堂兄弟。果然，之前的危机感不是错觉。好不容易有个能收割极品药草的地方，没想到被张二毁了。好在最后一次的收获很惊喜。徐长卿，炼气后期，剩余寿命78316天。我雷个骚刚，如今的寿命已经突破200年，而唯一可惜的是，张素那边不能再去了。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，还是不能动手的。现在如果能有攻击类的法术，就可以不担心张二会使坏了。关键是怎么能搞到法术呢？花老，我想兑换一本高阶功法。你虽然完成了这个季度的任务，但是积分还不够兑换哦。那有没有其他方法获得积分呢？你可以帮别人完成任务，自然能获得积分。岂不是说那些领取过我任务的人，不只获得报酬，居然还能得到积分？不然呢？怪不得很多人喜欢做任务，原来是吃完报酬又可以吃积分。有任何需要木灵根弟子帮忙的任务，都可以在任务管理处找到，你只要符合要求就能领取。很快，他就来到任务管理处。道友，我想领取关于木灵根有关的任务。好的，你看看这2个任务能不能接。寻求筑基期木灵根弟子帮忙培育100年灵值，60积分，5枚中品灵石。还有一个，屋外的翠竹有点枯萎，寻木灵根弟子帮忙恢复，1积分，报酬10枚低品灵石。任务都一般般啊，要么费时费力，要么修为不够。有这空，还不如多种些灵值。算了吧，没有合适的。还有一个紧急任务，找1名木灵根弟子照顾的永莲7天，1天10积分，还加上1天10枚低品灵石。一个7天任务，每天可以得到10积分和10枚低品灵石，并且没有修炼境界和功法等级的要求。戒了。这地脉18层真不是人来的，太难受了。徐长卿循着指引来到一面石门前。
莲花不是长在池塘里面吗？为什么会出现在石头上，而且还如此鲜活？难道这就是需要照顾的地永莲？可它算灵芝吗？徐长卿怀着疑惑盘膝而坐，然后释放出自身灵力。当注入地永莲后，原本的土黄色开始消退，逐渐渲染成一朵青莲，散发着亮眼的灵光。没想到任务这么简单，回家收钱。胡师兄，我是徐长卿啊。情况如何？我已经照顾完了永莲。这么快？但是什么？得加钱，从灵田到地脉，然后再一上一下，每次都要消耗2个时辰，也就是4个小时。如果只是1天10积分和10枚低品灵石，那和累死累活的牛马有什么区别？加钱可以1天100积分，报酬1天1枚中品灵石。道友，积分翻10倍，灵石翻1000倍，你他妈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但永莲在气态下根本不是灵芝，只有不同属性的灵力注入后才会实体化。丹珠的价格如今在50枚中品灵石，但不止如此，这还是筑基丹的主要材料之一。若制成丹药，价格则翻5倍，一颗就得250枚中品灵石。我就不相信你不同意。从注入属性灵力的第1天开始，接下来如果中断，那他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培育的永莲就会变成直接枯掉。果然，对方短暂沉默后就同意了这一无理要求。嘿嘿，这赚积分的日子果然过得很快啊，就到了最后一次了。徐长卿运转长青诀，体内木属性灵力不断注入青莲内，可这次他体内的灵气竟然开始快速的被消耗。我雷个骚刚，这莲花要成精了，竟然主动吸取我体内的灵气。如果不是达到炼气后期，而且长青诀修炼到5层，恢复速度加快，根本支撑不了这种损耗。眼看着最后一丝灵力也要耗尽的时候，终于停止了。什么情况？一般这种属于无主之物，谁看到就是谁的。果断收进储物袋。这次出任务，一共收获了700积分和7枚中品灵石，还差2000多积分才能兑换一部高阶功法。不过这次还得到了一颗莲子，也不知道这莲子到底有能用来干嘛。看着上面灵气充盈，不知道可否助我修行。说完，徐长卿直接一口吞下，然后运功炼化，吞下去的莲子在体内释放出大量灵气，丝毫不亚于春季的灵气潮汐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东方大亮，璀璨金光，到达炼气圆满。按理说该停下，可为什么没有停下，反而愈演愈烈？徐长卿耳边都能清晰地听到血液哗啦啦流动的声音，随着不断循环、不断搬运、不断积累，不知过去多久，徐长卿睁开双眼。本以为炼气圆满会停下，没想到直接打开气海，突破到筑基期，外围1年，核心2年，3年时间从炼气初期达到筑基初期。徐长卿，筑基初期，剩余寿命144016天。如果没记错，之前剩余寿命是78316天，这次从炼气后期跨越炼气圆满，直接突破到筑基初期，寿命增加65700天，也就是180年。如今总寿命来到了300多年，要是还能获得一部功法，估计张二爷拿我没办法。对了，刚刚一场大雨，也不知道田里怎么样了。徐长卿背负着双手，慢慢踱步到田埂上，运转田青诀，很快整个灵田都感知清楚。我雷个骚刚，怎么下一场雨？这稻田里的草长得比稻子还高。下一秒，他直接进入灵田，很快来到蜘蛛草前面。怎么回事？这竟然是猪稻谷！徐长卿见状，连忙运转长青诀，金米聚灵道，结出金米，聚集灵气，灵气充足，未成熟。不知道是因为刚才下的雨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导致的，这株灵道居然变异了。变异灵道上交仙宗，可奖励1000积分。但是距离兑换功法还差1400积分。根据灵田百闻录记载，金米蕴含金灵气，意思是结出更适合金灵根食用的灵米，那岂不是对李灵璧有用？对方是仙宗的核心弟子，我若拿出这个，说不定他能帮我搞到高阶功法。师兄是我啊。徐师弟有事，这个直说吧。我这里出现了一株变异灵道，您能过来看看吗？变异灵道在呢。徐长卿笑着伸手一指，就在灵田里。很显然，这绝对是一株变异灵道。师弟，你运气真好啊！别人几年甚至10几年都没见过一株变异灵芝。以前提交仙宗可以获得1000积分，而现如今提交仙宗至少有1500积分。若拿出去卖，价格起码在500中品灵石。换句话说，师弟你要发财了。我也没想到。
你想怎么处理呢？我查过，这株变异灵道的名字叫做金米聚灵道，里面蕴含着浓郁的金灵气，对李灵璧师兄应该有用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如果真是金米聚灵道的话，那我堂弟应该愿意买下。因为是自己人，所以我才通知的师兄。好，我会派人去通知堂弟的。徐师弟，你这株稻子竟然换到了2件宝物啊！2件宝物，先拿点灵米酒让我润润喉。徐长卿从小储物袋中将2品灵米酒掏出来，李三才猛灌一口2品灵米酒，整个人都舒爽了。为了帮你联系上堂弟，我可是亲自去了一趟中域的梵天城。关于金米聚灵道，我堂弟已经说了，这株变异灵道对他确实有用，因此愿意买下来。哎呀，都是自己人，提前就过分了。当然，并不是用灵石，而是拿2样东西换这株金米聚灵道。2样东西。李三才从储物袋中掏出一件玩具木船，此乃中域之特色，名为妖木碧水船。这宝贝不但能在天上飞来飞去，还能在水里自由穿梭，价值可远远超过一株变异灵芝。看似不大的木船，居然颇为沉重，至少得有几百斤。将你的血融入，然后留下灵力烙印，就能自由地操控这艘妖木碧水船。妖木碧水船，效果1：高级御风，效果2：高级碧水，效果3：高级坚固，效果4：吞噬成长。特殊效果：感应到妖气或锁定位置。确实是个好东西。这艘船是我堂弟斩杀一只千年大妖，从其巢穴中找到的，质量肯定不错。对了，方才师兄说2件东西，不知这第2件是什么？师兄，你说一共有2件东西，这怎么只有1件啊？这第2件东西，师兄目前给不了。怎么？我堂弟要送你一件木属性妖怪的核心部位，可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，恐怕得等他回来再说。这个我不急。那这金米聚灵道，师兄请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虽然没换到高阶功法，但是这妖木碧水船感觉也很不错。徐导游，现在还没到施肥的时候，你来我这里干嘛？徐导游，我用你酿的灵米酒，差点钓起来一头龙鱼。龙鱼？真的假的？当真的，要不是鱼饵捣乱，早就拉起来了。那好吧，你带我去看看，正好试一下这妖木碧水船的升级。这地方真的有龙鱼吗？怎么一个钓鱼佬都没有啊？敢来这里钓鱼的人还真不多。那接下来怎么做？那就选择2处位置，然后各自先吹吊着看看。徐导游，先把你的灵米酒掏出来打个窝子。这酒味道确实不错，馋着口好酒了。我雷个骚刚，你喊我来不会就是为了能喝上2口吧？你别不是，有了这灵米酒肯定没问题，就看要不要够了。徐导游，没有钓竿你怎么钓鱼啊？谁告诉你钓鱼一定要用鱼竿？徐长卿拿出刚刚绑好了线的飞行纸鹤。我操，老徐，你这么作弊是吧？这次看看谁才是最厉害的钓鱼佬。胡不归连忙将灵米酒倒下去，不一会，远处开始冒起气泡，一个接一个的气泡从远处不断朝他们这边接近，眼看着到了鱼钩所处的位置，却戛然而止，没有了动静，也没有了气泡。这黑龙潭真够邪门的，鱼儿的小把戏罢了，咱们不要着急，更不要查看鱼钩的情况，免得吓跑。不知道是不是喝了灵米酒的原因，没一会，胡不归已经昏昏欲睡，徐长卿也感觉自己快要睡着。就在他打盹的时候，黑龙潭里居然泛起一圈圈涟漪，与此同时，一个接一个的气泡不断的涌现，看上去似乎有什么东西正靠近徐长卿的鱼钩。快来帮忙，可能要钓上第1条鱼了。胡不归终于清醒过来，什么情况？看上去也不知是在偷吃鱼饵。怎么感觉和上次来这里钓龙鱼的情况非常相似？上次什么情况？上次开始以为是龙鱼咬钩，结果发现是鱼咬的把式，在故意吸引我们。一旦拖拽鱼钩，必定被对方拉入水中。这么阴险。很快，纸鹤开始猛烈晃动。乍看上去似乎是大鱼咬钩，到底是鱼妖还是龙鱼？究竟拽不拽？鱼妖不是要算计我们吗？那咱故意拽动鱼钩，让他以为要得逞的时候，忽然发动攻击。接下来，徐长卿将纸鹤注入自身的木灵力，然后猛地向上飞去。噗嗤一声，鱼妖猝不及防地飞出水面。动手！徐长卿直接施展木灵缠绕术，
向鱼妖攻去，胡不归则直接释放火球向鱼妖烧去。弄成这样，哪怕刚才只有龙鱼被吸引过来，现在也吓跑了。看来龙鱼是钓不成了，这只鱼妖似乎并不厉害，要不要等下一个人再过来看看？之前有胡不归，也不好火力全开。徐长卿心中一动，将妖木碧水船换了出来。亲眼看见鱼妖受了伤，还不是轻伤。徐长卿将妖木碧水船随手一抛，小小一件的妖木碧水船被注入灵力后，迅速变大。嗖一下，他就站在妖木碧水船的甲板上。如果李灵璧师兄没骗我，这艘船能潜入水中。很快，船身轻微的晃动，徐长卿眼睁睁看着船头、船身，连带着自己在内，全都没入水中。真的很神奇啊！站在甲板上，竟然没有任何的潭水涌进来，衣服、甲板都是干的。就在徐长卿好奇之时，一条通体红色还泛着金光的鱼游了过来。难道是龙鱼？这可是蕴含一丝妖龙血脉的鱼。见此情况，徐长卿立马控制着妖木碧水船靠近。徐长卿施展木灵缠绕术，将鱼缠住，随后往自己这里拽。随着扑哧一声，龙鱼落入怀中。这就到手了。收进储物袋中后，他继续控制着妖木碧水船往更深处探索。这一会儿就抓了5条，但在这时，妖木碧水船却停了下来，似乎在搜寻什么。船头开始左右摆动，随后直接向前开去。果然是他。这条鱼不管游到哪里，一条大船都会始终跟着它。果然是他。此时的鱼妖在呆呆向前游着，浑然不知身后有一艘大船悄无声息地靠近。撞死他！妖木碧水船一下子窜了出去。鱼妖有所察觉，忙不迭回头，顿时瞳孔一缩，接着撕了，直接撞得4分5裂。就在这时，徐长卿却发现妖木碧水船正在自动吸取鱼妖的残骸。妖木碧水船，效果1：高级御风，效果2：高级碧水，效果3：高级坚固，效果4：吞噬成长。特殊效果，感应到妖气或锁定位置。接着，徐长卿控制妖木碧水船继续往前。其实刚才就觉得这只鱼妖非常奇怪，似乎想进入黑龙潭的更深处，但又在惧怕着什么。差不多又往前100米。黑龙潭的水明明非常的阴冷，可是在这里居然越来越热。我雷个骚刚，难道是那头妖龙？不过这残骸的形状有点不对劲，它似乎在环绕着什么，尤其嘴巴张到最大，仿佛要吞下某个东西，应该是最后没成功，突然死掉了。因此死后仍然保持着这个姿势，在骸骨中间的位置显然有什么东西。徐长卿心中一动，控制着妖木碧水船小心翼翼地靠近。本以为是什么不得了的东西，结果没想到居然是一棵树。这时徐长卿发现雷击树的里面有东西在闪烁，时而散发出青色的光芒，时而闪烁着红色的光芒。徐长卿的心跳开始加快。这是妖龙大哥，这东西你没吃掉，所以不属于你，而我遇到了，因此是我的东西。当即他控制着妖木碧水船靠近雷击树，随后他运转灵力将这枚结晶取了出来。徐长卿强忍不适，一把将结晶握在手里。青来自于木，化作生长的营养；红来自于火，产生蜕变的威能。接着整个人越发疲惫，眼睛都睁不开。不知过去了多久。徐长卿，星木雷火灵根，效果1：自然亲和，效果2：雷火亲和，筑基初期剩余寿命180516天。不是火灵根，而是雷火灵根，火焰中蕴含着雷霆之威，而且如果没记错，之前是144016天，就是说诞生出第2灵根后，寿命又加了100年，哪怕自己啥事不干，靠着总寿命也能活400多年。还没找到驴呢，第2灵根就出来了。黑龙潭的奇遇被某个弟子触发了，区区一只小鱼妖，上百年才有弟子成功，有就不错了。那些钓鱼老空手宝山而不自知，仙宗内部的风气究竟是谁带歪的？有这等奇遇，此人必将脱颖而出。低调，我必须保持低调。现在虽然有双灵根，但是没有功法也是白搭。徐师兄，这9天你去哪里了？我一直在找你。9天，
没想到仅仅升个第2灵根，居然都过去这么久。你找我何事？我要去散修方室，师兄要一起去吗？这方式都有些啥？散修方式就是集市，师兄种的灵米也能在那边交易，甚至运气好的话可以买到几本不错的功法。那行，我们一起去吧。这就是散修方式吗？虚师弟，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你。张道友，彼此。以往对方碰见自己的恭恭敬敬喊一声师兄，如今居然不喊了。张师兄，那小子谁啊？也是一名灵农，看上去他对你不是很尊重啊。张二眯着眼睛，直勾勾盯着徐长卿的背影。道友，请问有什么需求？什么需求都可以吗？当然，我们可是东青城最大的交易行。让我看看。你想看什么？帮我看看木灵根的法术有哪些。木灵根低阶有7步，高阶有5步，地阶没有。看下高阶有哪些。高阶有木藏术残篇、铁木甲术残篇、木星催生法残篇、冬青化生诀残篇、青莲造化功残篇。怎么全是残篇？完整法术都流入拍卖行了。徐长卿有些失望。先买一本试试吧，花费15枚中品灵石，将青莲造化功残篇拿下。张师兄，这小子要去哪？不知道，咱们还要跟下去吗？他从交易行出来，肯定买了好东西。我懂你的意思，咱们继续。这时，徐长卿忽然朝东青城的北门走去。没多久，他来到黑森林外围。徐长卿藏在树叶中，看着来时的方向。居然是张二，还以为是某个贪财的散修跟踪自己，没想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居然是自己人。区区灵农也敢单独探索黑森林，刚好给我们动手的机会。早就想找徐长卿的麻烦，但对方一直待在灵田里不出来，因此无从下手。没想到这次让我在散修方式找到机会，他居然还主动进入黑森林，这下连尸体都不用埋了，很快就会被妖怪吃掉，不留痕迹。就这点能耐也搞偷袭？当然不止。徐长卿怎么也没想到偷袭的人会是徐长卿，毕竟在任何人的眼里，他只是个资质平平的灵农而已，除了种田之外，根本没有别的本事。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不叫你师兄了吧？你居然是筑基期，3年了，自己才炼气圆满，可对方居然筑基了，这人太可怕了，藏得太深了。徐长卿懒得废话，当即一挥手。好东西真不少，光灵气就有10几件，什么剑丸、盾牌之类的，丹药有10几瓶，强身丹、炼气丹应有尽有。1品灵米有800多斤，2品灵米有300多斤，低品有300多枚，中品有17枚。我总算理解什么叫做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横财不富，这不就有钱了吗？解决了这个威胁，这下终于可以安心修炼了。道友，我是洞庭仙宗的于彩青，他们说这方式能买到极品灵米，你可知在哪里吗？这要是跟我回家做道场，恐怕我这修仙路会越走越远。极品灵米我有啊。